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3月27号，那在美伊开战的第一天是2月28号。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满1个月了。好，这场战争呢其实还在打。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哦，这就是伊朗发动了第82跟83波的行动。好，所以我们有相关的画面曝光哦，是伊朗发起了动用飞弹跟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沙国、巴林跟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好，同时也对以色列相关军事目标跟核子基础设施来实施打击。他说，已经有17个美军基地被摧毁，那有能力摧毁特拉维夫跟海法。好，所以伊朗呢特别强调说，他们地区之内已经有17个美军基地被摧毁了。那这是以伊朗的这个武装部队的发言人说，这17个美军基地被摧毁。那在这场冲突当中，以色列有1321人死亡，好，美国则有600到800人死亡，是将近5000人受伤。好，这数字哦，跟过去美国跟以色列拿出来的数字比，确实幅度落差蛮大的哈。好，所以呢，大家也就好奇美方这边有没有什么说法呢？那目前哦，美国跟以色列都还没有对伊朗所说的这些伤亡数字获得证实。好，那《纽约时报》在3月11号其实就有报道说，从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至少有17处的美军这个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在伊朗袭击当中遭到受损。好，其中有一些地点更是多次的遭到袭击。不过我们也看到白宫最近啊，他们的这个社群网站官方的社群哦，发布了2段神秘又诡异的短片。好，这短片哦，大家待会可以听一下哦，因为它里头有一个这个女性的声音哦，那说很快就要发射了，对吧？好，我们来听听看。It's launching soon, right? Yes. So cool. It's launching soon, right? Yes. So cool. 好，你有听到啊？就是有一位女生低语的说，那当然现在有人猜测哦，是官员释放隐晦的信号。那因为当前局势很敏感哦，所以不免联想到这可能是美国即将发动攻击。但是网友都在问说啊，这到底是被害还是暗号？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是有相关的影片流出哦，这个讨论度当然是满满。那现在川普好像不耐烦了，他正在警告这个伊朗啊，他说快点认真看待哦，就说这个结束战争的谈判，否则等到为时已晚，情况不会好看。那川普就是这样嘛，哦，得不到他想要的，不在他的这个想要的节奏上面哦，他就说人家，警告人家。哦，那他当然坚持说啊，美伊的谈判很顺利哦。那你看他讲话一下又说为时已晚，又说谈判很顺利，他也是自打嘴巴嘛，哈。好，那他说哦，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顺利，有许多的媒体发布了错误的声明。好，那卢比欧当然也是挺川普嘛，然后他就是要跟川普同一条这个心。他说啊，美国跟伊朗谈判哦取得了进展，但是他不会透露相关的细节。不过伊方啊，就像美方有发出警告啊，说啊，这不是谈判或对话，而是资讯交流。说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而且提出他们自己关于停战的5项条件。那现在呢，也说《华尔街日报》引述了调解方的说法，说德黑兰哦，其实根本没有要求要把打击行动延后10天。好，这10天怎么来的呢？大家记得吗？之前川普说要炸伊朗的电厂，好，那后来自己又说哦，延后5天。好，这个5天的时间是在明天哦就会截止了。好，那在这个时候，突然川普又说哦，我们要延后10天。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嘛，这就是像是放羊的孩子哦。所以川普说的话一直不断的帮自己做解释。那当然，伊朗这边说他们没有这样的要求。那虽然伊朗官员也确实表达过对谈判是有兴趣，但是该国的领导层哦尚未介入，有做出这个最终的决定。
所以目前的僵局不是如川普所言的进展顺利。好，那伊朗的资深官员也补充说川普看起来就是不诚实，所以我们从未针对美国可能的攻击行动提出任何暂缓的请求。好，我觉得双方就是有点在玩胆小鬼游戏那常常都是川普自己先丢起来好，那当然现在波湾国家也是非常无奈啦，卷入了这一场战争我们看到了阿布达比遭到了飞弹空袭，还酿成了2死3伤。好，那我们看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呢遭到飞弹攻击，这是一些这个照片那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但是有一些坠落的残骸嘛，还是造成了这个2人死亡，还有3人受伤，甚至还波及到周遭许多的车辆。那现在波斯湾国家很希望美伊赶快谈判那控伊朗收赫姆兹海峡的通行费，他们认为不合理。我们看到波斯湾的合作理事会的秘书长布达维，他认为说有必要让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成员国来参与任何旨在解决这项危机的谈判或协议，以利加强区域的安全还有稳定。好，那波湾国家其实对于川普的谈判是蛮冷感的，他们认为一切都很徒劳啦，但是最哀怨的是每次你们这个要打仗，我们都无缘无故的被卷入战争好，波斯湾国家对川普的话是否真诚同样也充满了疑虑跟不信任，而且都抱怨说每次谈判不成，那他们都被卷入了战火。那从过去的经验痛苦学到自己很容易遭到美方的抛弃。我知道波湾国家其实对于美方就是又爱又恨他们知道常常会成为美方的弃子但是又不得不寻求美方的保护我觉得这种感觉实在是很情勒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82、83波，我们一样先问介大使。他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怀疑，到底是美方故意释放烟雾弹或者提供假讯息，还是美方真的情报不灵要乱掰？因为事实上，在打第19波的时候，所谓伊朗打第19波的时候，川普说我已经摧毁了这个伊朗90%的这个导弹的力量，而且把他的工厂制造导弹的工厂也摧毁了90%，所以伊朗现在这个反击的能力只要10%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中间从19波反击到现在已经82、83，这个怎么搞个10%？还有这么强的力量吗？昨天川普在他的那个内阁会议的又公开记者会，他说还是讲我摧毁了90%。那这个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还是90%，你到底是这个数字是你自己掰的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根本情报不灵，你在那边乱猜？可是我发觉川普讲话最近都加了一个字，叫可能。Probably， 他以前都没有讲 probably， 他昨天的所有都 probably， 下次讲 maybe， 下次 maybe 加了一个形容词，然后他强调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美国已经把伊朗已经打得已经遍体鳞伤，都不能再打了。他说海军没了，空军也没有了，然后那个导弹能力跟他的工厂也被打掉，也被打掉90%了。然后他昨天没讲，前一次有一次强调说，他们现在内部的这个所谓的他们内部的这个联系的机制也被我破坏了。也就是说，伊朗比如说24个省这各省都搞不清楚对方在干嘛。可是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这个表现，你觉得川普讲的是真的吗？对，然后川普最近他有一句话又讲得很多，他都讲别人是什么？别人是病了。他说，因为为什么？讲半天讲不出理由。他说，因为 he is sick。他说他病了，还蛮中二的对，他讲到最后的理由什么，他就越来觉得这有点离谱了。他就说，因为他是病人，他病了。所以现在川普的讲话，感觉上我觉得可信度就我来讲的话，我不太愿意听他讲，而是我觉得他的讲话都是怎么样？为了情势讲出对他自己有利的事。他曾经讲说，我们现在美国石油1加仑1.8块，后来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打听1.8块，没有人告诉我加州都跟我讲，我们现在1加仑6块。
那他的1.8块在哪里呢？难道他白宫自己有加油站1.8块吗？自己讲，自己讲的，他的加油1.8块吧。所以他常常讲，我们美国现在是黄金时代，可是很多美国朋友就说，美国的物价已经贵到真的难以忍受，难以去想象了。他说现在怎么办呢？他说真的，一般中产阶级都已经很难过了，富人无所谓，富人还可以继续炒。可以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在这场战争中里面，他发挥最大他个人的战力就是怎么样，就是谎报战情，然后让这件事情继续怎么样，表示他还是在胜利的一方。然后他一直讲说，怎么会伊朗你们那个，他说他 New York Times 是假新闻，他说这个根本就没有在谈判，伊朗根本不跟我们谈，他怎么会这可能呢？伊朗非常想跟我们谈。对不对？那现在他们我们现在就是说在逼他接受我们条件。然后 Hegseth 还讲了一句话讲得更妙，我们是在用轰炸在跟伊朗谈判。能和就不要打，要打就不要和帅将军，他打了半天只能用轰炸。哎，这个那哪有要喊？这个问题，他谈判的条件都不成熟，是，就是说人家伊朗真的想要跟你谈，才有谈的希望嘛。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开战的第一天，我们都感觉到，哎呦，48个高阶层都被铲除了，那伊朗的部队应该是群龙无首吧？可是我观察了1个礼拜，我的感觉，无论他作战的方式、飞弹、无人机的配比、攻击的目标，我就发现，我在你们节目也讲过，打的是有为有守不是像想象中间的一片混乱你看他首先下手先不是打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先打这个预警雷达，预警雷达打完以后，你的远程预警就没有了，就剩下萨德的中高层的防空，结果用很多的无人机跟飞弹把你萨德也搞掉了飞弹消耗很多，雷达站也被打掉了，最近连低空警戒的哨兵雷达也给你打了。好。当你雷达被打过以后，后面的攻击目标就越来越精准。就是说它后面那么多轮次什么79轮80轮，它不需要用很大量的飞弹它精准打击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你看它的打法很有想法的。在中东这些波湾国家里面，美军基地最多的是阿联酋，所以阿联酋挨揍挨得最凶。那美国20几个基地已经被伊朗干掉17个了。好，那他打以色列的方法更妙。最近，他打以色列，一个是特拉维夫、海法这些重要的都市，他每7个小时打一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除了实质上的破坏以后，对人民的心理有压力，非常大的压力。我在军校做错事被学长罚，他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罚。我等待那个时间比被罚的还要煎熬。你看以色列老百姓，他在动摇以色列人民的心。他怎么按照特拉维夫按照以色列的公司上班时间呢？他要看你那边什么时候来，我就要躲警报那我等到7个钟头，结果他打的是隔壁城市，我又没办法上班，对不对？所以这种压力他是干什么？除了造成你毁灭你以色列的这个民心士气以外，坚决抽掉了纳坦雅胡的民意支持。现在以色列老百姓不愿意打。第二个，以色列的经济受严重的损伤，你通通没有办法运作嘛，对不对？第三个，以色列现在纳坦雅胡急的美国大腿一抽掉，以色列就要接受所有什叶派的国家，连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胡塞、伊朗，他们这个所谓防御之湖对你的攻击，没有美国的介入的话，以色列很惨。所以以色列最近几次的作为就是，等到川普要谈的时候，他就使坏，他就猛烈攻一下，又给伊朗一巴掌，伊朗还会谈吗？对不对？不谈，他就破坏你谈判。所以纳坦雅胡现在很紧张，战争一停，他马上是战犯了，他可能就总统大选一输就坐牢。那川普现在尴尬，
内忧外患，你看啊，外交已经得罪了全世界，包含他欧盟的国家、波湾的国家，经济通货膨胀，军事不顺利，想谈没人跟你谈，所以川普现在，我觉得他的状况很焦虑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嘛？所以常常就是这时候说这样，那个时候对，所以他说那样讲话反反复，对，你像一个大国领袖讲话焦虑的是这样吗人才会有的话。何谦老师怎么看？是这个，昨天川普说再延10天啊，他威胁要对伊朗的最大的这个电厂进行打击的这个威胁再延10天。那我们姑且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双方的信息交流正在走向一个彼此还在试探、还在交换信号的程度。那昨天啊，美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洋洋洒洒的15项的对伊朗的要求。那伊朗昨天也通过了通讯社放出了以不具名的方式放出了四五项这个重要的诉求，包括美以必须停止侵略性的暗杀行为。那这个我们非常理解啊，就是说这个暗杀跟这个斩首活动确实对整个伊朗的指挥链造成很大的侵扰。那第二呢，必须制定具体条件以确保战争不再发生。因为去年6月美以才刚打过一场12日战争，然后那时候虽然停火了，但是不到1年战火重演。所以伊朗之所以说要制定具体条件啊，我的理解可能是想引入一些大国保证的机制。就像乌克兰现在要求美国或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说，我跟俄罗斯和谈可以，但是如果谈下来了一个 deal， 你们要给我一个保证机制哦，确保战争不再重演。第三呢，伊朗说要明确对伊朗的战争赔偿，那这个大概是为了提而提啦，美国应该是不会答应，因为你真的提了之后，这个美国就要去承认说这个战争是不道德的。我如果是占上风，为什么我还要赔偿呢？我想主要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尊严啊或面子的提。那伊朗还要求要在所有战线上停止战争，就说你不只是美以不只是我伊朗要停战哦，你对我的伊朗支持的所谓的这个抵抗轴心的其他的小伙伴的攻击，比如说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比如说也门的胡塞武装，比如说在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那最近这27天里面，美以都不断的在攻击他们嘛，那伊朗也要求他们停下来。好，我们看到伊朗说的他的坚持，但伊朗没说的部分，然后如果我们把没说的部分这个留白的部分跟美国的条件一对，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伊朗现在是把什么东西准备拿上谈判桌上进行交易的，很有意思。我们刚刚讲了几项嘛，但伊朗没有提核原料怎么处理，伊朗没有提核设施要不要拆除，伊朗也没有去提我的导弹能力，我的导弹的生产，飞弹的生产跟射程啊，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谈判的问题？所以就很好玩。如果当然不能排除啊。这个谈到最后，以色列又从中破坏，或者说美国自己觉得他这个所有的从各个地方来的远征部队这个到位了，然后那个空降师也到位了，这个海军陆战队到位了，然后他就决定再打啊，他就不要再谈判，也有这样的可能。但如果是真的要谈的话，双方有足够的诚意，我觉得有可能最后真正的这个博弈就会出现在核原料要不要。这些浓缩铀要不要转移出伊朗的境内？核设施要不要拆除？现在很多的坑道被美国炸毁了。可能一半，然后再来就是说伊朗的导弹能力，他最近秀肌肉说，我有4000公里的射程的能力。那未来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愿意自主的减半或自主的去销毁？这些对于整个欧洲都有威胁的这些射程，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好，但是看下去要看多久呢？因为这一场战争牵动是全球，包含能源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谈。好，我们一样先从一开始带大家关心一些战情。好，战情当然就会有相关的画面哦。那这是伊朗的自杀无人机哦，有被说是直闯了伊拉克美军的基地。好，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哦，这是网络流传第一视角的这个影片哦。有一架这个无人机看到吗？低空直扑停放在防爆墙内的 HH-60M 的医疗后送黑鹰直升机。好，画面在引爆前就中断了哈。好，那当然研判直升机已遭命中，那这成为已知首例的此类攻击案例。好，那另外一个是正在运作的这个 AN/MPQ-64哨兵的雷达成为目标。好，该雷达负责为这个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等短程防空武器提供预警。好，影片证实雷达遭击中之后并起火燃烧，也导致基地的关键预警系统受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17处的这个美军基地有受损哦。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他们这边的直升机，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将军所说的雷达还是不断的在攻击
部分的雷达。好，那我们看到战火未歇哦，美国打伊朗弹药告急了吗？那现在美军新型的精准打击飞弹哦，刚在对伊朗的军事中完成了首次实战。好，美国政府随即就推动要把这个飞弹的产能提高4倍。但是有分析师一看啊，觉得不太对劲哈，因为呢，他知道目前美国跟伊朗的作战嘛，我们都知道它的消耗的弹药速度来看，美国先进防空拦截弹哦，跟地面攻击飞弹的库存哦，将在数周内耗尽。好，所以已经打了1个月了，还可以再打多久哦？大家也是很大的疑问哦。那是不是要对伊朗发动最后一击呢？现在传出哦，美国研拟要4个方案。好，我们来看这4个方案是什么？就是美国媒体所报道说啊，川普有4大选项哦。第一个就是入侵或是封锁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好，再来就是入侵拉纳克岛。好，因为德黑兰在这个战略要地设有掩体，部署摧毁货船的攻击体以及监控赫姆兹海峡动向的雷达。好，再来第3个就是夺取战略要地，就是阿布穆沙和2个比较小的岛。好，那第4个就是封锁或扣押在赫姆兹海峡东侧运输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好，那现在到底要不要用碾压性的武力来结束战争？好，我们当然这个美国媒体觉得有4种方案。但是川普啊，其实动作蛮多的尤其他这个动作也让大家觉得他好像在准备就是要直接地面作战。因为呢，川普在权衡跟伊朗展开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国防部这边就考虑出要派多达1万名的地面部队人员前往中东。好，那当然就是提供川普更多的军事选项。好，那这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那现在美军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像是他们的陆军大缺人，那因此他们正式把入伍的年龄上限从原本的35岁放宽到42岁，同时还大幅松绑对于大麻前科的入伍限制，好像要在这个部分缓解近年的募兵缺口。那现在就有伊朗的陆军司令他就说对敌人而言地面战更加危险且代价更高。那伊朗这边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已经组织了超过100万人为地面战斗做准备。那近几日有大量的伊朗青年向巴斯基民兵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陆军中心来提交参战的申请。好，也就是伊朗这边对于美国的动作他们有在预先做准备了。好，那川普呢对于伊朗发动了空中军事的行动实施怒吼。好，那这样是1个月的时间，但是外界开始质疑这场高度依赖空中优势跟科技打击的战争，是不是又再次落入一个历史反复验证的迷思？好，就是呢，美国好像觉得我只要掌控了空权制空权，我就能迅速的取得胜利。好，委内瑞拉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伊朗不行我们节目中也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好，所以嘛，我觉得伊朗这个川普对于伊朗的概念实在太薄弱了。好，那当然，川普现在说伊朗在战事持续之际有向我们释出一项价值极高的善意举动，也就是允许10艘载运石油的油轮通过。好，那这是可能就是他之前所说的伊朗送大礼啦好，那全球关键航道赫姆兹海峡，那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礼物跟道歉，好，代表美国正在跟对的人谈判。好，话都是川普在讲他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当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有利于他就对了好，但是 Politico 的这个报道说跟白宫亲近的消息人士有坦言其实我们也对川普的说法感到相当疑惑啦其实连他们自己人都听不懂川普在讲什么因为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理。好，那伊朗的消息人士则是呛瞎回去说川普你说的大礼言论就是一个政治秀。他说川普近日关于伊朗送上大礼的言论纯粹就是政治作秀，缺乏实质的依据。好，也就是川普讲什么话呢，伊朗就是啪啪2声，啪啪啪啪一直不断的在打脸他但是川普不 care 他就是持续的不断在这个全球上面随便讲一个话那股市就高高低低。好，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开始的自杀无人机直闯伊拉克美军基地。我们先问介大使。对，现在这个战争形态因为无人机，因为这个精准导弹，这种超视距的攻击，系统化的作战我觉得已经变成战场的主流了。那这些部分事实上它在
两国其实是整体军事实力相当大的地方，有极大差距。可是这是一种不对称作战。那个无人机的价值是它的费用是很低的，技术层级也不是那么高。那导弹的话，事实上的话，中等国家发展导弹的话，那也可以达到相当大的战力。那我们以这个伊朗就是这个例子。那所以伊朗事实上你可以看出来，他今天这次跟美国做了这么长久的这样周旋，跟以色列能够长期周旋，而且现在是怎么样哈？化劣势为优势，慢慢好像有一点转反败为胜的这样。其实靠的就两样东西啊，一个就是无人机，一个就是远程，就是说啊，这个比较精准的导弹，那是中程导弹，因为中程导弹是500到5000公里之间的射程的，那中程导弹要靠这两样东西。那其实整体战力来讲的话，那伊朗不是美国对手啊，伊朗也没有核子弹，伊朗也没有洲际弹道飞弹，伊朗也没有10艘航母战斗群，伊朗也没有这个所谓隐身战机第5代战机，对不对？伊朗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高空这种防御系统啊。那可是你看这场战争打的这个就是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川普只能靠一张嘴胜利，其他战场上看起来他好像已经越来越怎么样，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尤其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过去3个多礼拜的这个战事当中耗损了极多的它的防空导弹系统，那是包括地面的相关的重要的雷达站，对不对？那个被摧毁了17座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这些导弹，基本上拦截导弹以萨德来讲，一颗是1400万美金对它你要有一颗拦截的话，你要拦截一颗来袭导弹，你起码要上2颗。2颗就1800万美金2800万就没有啦。那你的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也是用得非常的快。所以现在看起来，那伊朗是用不对称的战力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那美国的优势是什么？美国优势是核子弹，对不对？能用吗？你不能用啊。第二个，你的航母战斗群，你有10个航母战斗群，可是你能到陆上吗？你只能在海上。你还是用你的上面的什么远程打击。那远程打击的话，伊朗如果说是小国的话，那被你打得坑坑洼洼的。伊朗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大部分是这种高原，然后高山地形。你这个看起来你的10艘航空母舰能够发挥战力有限那要靠什么？就要靠陆军。美国的陆军，那美国一个陆军身上的装备就是人家那种小国的不要多少倍的那种价值了。这边又是夜视镜，又是瞄准器，又是防弹衣、防弹背盔，什么都是最先进的，你能用吗？对，你美国几十万大军陆军的话，你现在也只派了多少？不派5000人7000人，对不对？你的这个陆战82师你的那个伞兵部队到现在降落了没有？也没有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有优势，可是相对的话，你在有近100万大军的伊朗的这个国家之前，你要派多少陆军去进入你不熟悉的战争去作战？所以这个周边就显示出来，这个现代的战争的形态已经转变了。拥有核子武器的这种军事大国面临像拥有精准导弹跟拥有无人机的这个伊朗国家看起来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对，所以战争在乌俄战争，还有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其实都有一点点跟过去的战争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问帅将军，我们在军校读书战争学院呢学战略，有几本书一定要看的，这个美国的海权论法国福煦元帅的绝对公式论，我们陆战为主的孙子兵法，对不对？对。我们这次看美国讲空权哪个打了半天就是空优吧，轰炸导弹，但是对方没有屈服所以这个空优的决定战争胜败就有一个问题了。第二个，伊朗的防御也没有构建很大的防空网，防空飞弹很少，也没有构建很强大的空军，以空制空，对不对？他完全放弃这2个，结果呢，他以攻代防，他以攻势来代替防御，打你美国基地，打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些阿联酋这些阿拉伯国家，越打越远。现在在
班加西亚这个岛上展示了4000公里的这个射程，不管打中没打中，战略含义不一样啊。前面刚开始打的是消耗战，中间打的是库存作战，谁的库弹药多，谁的弹药少。第3个就打资源作战，全世界的油在我手上控制了，对不对？所有阿拉伯所有海湾国家通通都受它限制，在荷姆斯海峡也是资源作战，现在又进一步了。我这个4000公里啊，可以打巴黎，可以打伦敦。警告作战，参战国是不是越来越多啊？是。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美国、伊朗，后来把阿联酋的7、8个波湾国家加进去了。现在把德国、法国，你们想替美国打边鼓的话，你小心了。我打你的观光胜地，我的天哪！观光胜地只要挨一发，不要说打死人，都打死人，没有观光客来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讲它的这个层次啊很特殊，以攻代防，啊，库存战，这个资源战，跟全世界，对吧？所以美国只有放空话，他说，荷姆斯海峡开放了这个航道了，是送给我的大礼，那伊朗就好笑了。我要送你大礼，就开放让以色列的船过嘛，让你美国船过嘛。我让的都是你看不顺眼的国家的邮轮过，什么印度了、中国了、俄罗斯了，对不对？这哪叫送礼啊？这是给你又一巴掌啊！这些国家的油我让他走，让苏联得到经济的支持，那俄乌战场上打得更凶，这哪是大礼啊？这是一个大耳光啊！所以川普的大话真是好。就是世界上你们都是傻子，我讲了你们就信，美国就有很多傻子会信。所以打了川普的耳光，然后打川普还好痛好痛但是对，我赢了，有这种感觉，我赢了。好，你看我脸皮多厚。是到底在真正的谈判进入深水区之前，美国会不会有最后一集啊？刚刚这个议论也介绍了，美国正在研拟几种方案。那其实这几天啊，国际航运界有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做德黑兰收费站。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革命卫队现在在霍尔姆兹海峡它建立的一个过航的收费机制。原本呢，这个船啊经过霍尔姆兹海峡的时候，大概是走这个水道的中间，但现在革命卫队就要求所有的船只你必须往北开一点，然后你要通过伊朗的领海，然后经过伊朗，在那边有一个最大的岛叫格什木岛，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岛叫做拉拉克岛，就刚刚一轮讲的。那在格什木岛跟拉拉克岛之间呢，水道非常狭窄，然后呢，你要过去的船，你就要先通报革命卫队，然后交费。然后再来叫做地缘政治审查。什么叫地缘政治审查？就是说交战国、敌对国，对不起，你的船就不能过了。那你其他的中立国家或者是看上去友好的国家，对不起，我还要穿透一下你的股东、你的船东到底是哪个国家的，然后你运了什么货物，然后你这批物资要送去哪里，他要做一个全面的审核，然后过了才要求你，然后就派出这个引水艇来引导你这个商船或者是游轮来经过这个所谓的德黑兰收费站这个狭窄的水域。所以刚刚说啊，这个美军有可能去打拉拉克岛，我觉得它的用意除了说拉拉克岛上面有一些这个 bunker， 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能够 host 潜舰的一些地方，对吧？核心的就是它要去破除这个革命卫队现在勉强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新形态的收费机制。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我们讲到阿布穆萨岛。那阿布穆萨岛跟邻近的岛屿啊，就说其实旁边就有2个岛了，就大通布岛跟小通布岛。那这3个岛屿其实是伊朗跟阿联酋它有主权争议的。历史上，阿联酋认为说这3个岛是我阿联酋的，英国殖民结束之后应该归我阿联酋，但是伊朗实际把它占据了，所以美军也有可能通过打这个岛，然后它的用意什么？是把阿联酋也拉进这场战争。那如果阿联酋拉进之后呢，沙特也就因为沙特其实跟阿联酋在过去尤其最近10几年嘛，一直在互别苗头，谁要当这个？当然传统上沙特是大哥，沙烏地是大哥，然后阿联酋是二哥，但是2方一直在明争暗斗，非常的凶啊，包括这个产业的进驻啊，国防的实力的增加，或者在国际上左右逢源。所以如果阿联酋因为美军去打阿布萨姆岛跟这个大小通布岛而被迫卷入了这个战争的话，那可能沙特也会骑驴下坡，也会这个就很快的跟上来。所以这个战略的意图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看如果美军要做，是不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呢，他去改变整个伊朗目前感觉还能控制赫尔姆斯海峡的态势。好，那确实哦，这个战争哦，感觉还真的蛮复杂的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将军有说，目前看起来伊朗真的是蛮有节奏的在打波湾国家或是在打美军基地。那现在也看到，他也在对准的是以色列的目标，用的就是无人机加上飞弹猛轰。好，那我们看到了伊朗官媒有报道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一波的行动是用了无人机跟飞弹，好，对以色列位于死海南部的军事指挥中心，还有其核设施的相关工业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好，甚至伊朗现在也全面开战哦，他就直接跟邻国的饭店说，你不准接待美军哦，否则你也是合法的攻击目标。好，我们看到他们是向中东各地的旅馆经营者发出广泛的警告，说如果你们把美军人员安置在饭店或是其他的民用设施当中，这些设施哦可能就会被视为合法攻击的标的哦，不排除会对他们来发动攻击。好，那美以连番的攻击之后，还客气什么呢？现在伊朗的内部浮现了，干脆我们直接永和吧。好，这是路透社报道说，伊朗的国内消息人士说，随着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升级，好，那强硬派内部也很激烈的辩论说德黑兰到底是否应该寻求发展核弹。好，相关的讨论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声，也越来越公开，也越来越强硬。好，那以色列当然也是说我要把这个伊朗摧毁才达成我的目标。所以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他就说，德黑兰的海军司令他已经被我们这个海军司令、情报主管等等已经被我们歼灭了有多名的高层官员都身亡了。那这个卡兹呢，就特别讲到德黑兰海军司令就是直接负责在赫姆兹海峡布雷封锁航道恐攻行动的元凶。他说军队将会追捕你们并且将一个一个消灭。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刚开始跟美国是一起歼灭了48、49位的高层，那后来又歼灭了相关的人等那看起来以色列是比较信斩首行动把高层通通的都歼灭之后，他可能还是认为会瓦解。但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伊朗有这种板凳文化其实替补选手很多啦那目前也看起来确实伊朗的政权并没有垮台嘛。那回到17时代嘛，因为以色列扬言摧毁伊朗，我们看到以色列目前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没有要轻易的跟伊朗或是黎巴嫩真主党停火，除了已有的特种部队现身黎巴嫩南部境内，以色列最新还宣布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缓冲区。好，黎巴嫩人很不安的是这以色列也批准要把预备役的征召上限从28万人提升到40万人。好，那川普现在呢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我们先看到伊朗封锁第二海峡，那川普恐怕就会面临了石油的新震撼。好，那第二海峡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都是赫姆兹海峡已经被伊朗控制了。那另外一个海峡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它现在变成了中东石油进出市场的一个替代航道。那这边有这个胡塞组织的青年运动去年是同意停火，但是组织领导人在这个月就有警告，我们也准备好要扣动军事升级的扳机因为胡塞组织跟伊朗的关系也是一个互利共生所以当然也可能会蠢蠢欲动。好，那纽时呢有特别讲中东问题拖累了美国抗中的步伐，好，偏偏都是美国自找的他说往往都是中东发生的冲突每次这个危机都是在中东，但是不少就是美国自己发动的支持。好，那华府的智库专家库珀则说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凸显了美国要聚焦亚洲有多困难。那即使美国希望能够把这个降低中东在区域优先的顺序当中拉回，但是华府最终仍反复被中东的冲突给拉回去。那现在美国学者说你看中东的战火又让习近平占上风了吧你分身乏术，反而让他们壮大了实力。好，那路透则说，官员称中芯国际供伊朗的军方晶片制造设备。那当然也有人是觉得美国这时候还讲到中芯国际跟伊朗的问题是不是要拖中国下水？好，那我们看到了一开始也就是刚刚说到的，他们也打击了伊朗的一些核设施。我们一样先问杰大使。我刚看这边有一个报道是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我这个不久以前看到川普的记者会它里面特别指出来 New York Times fake news 假新闻，
所以美国总统认证的这种新闻机构哈，基本上是假新闻。我以前也问过美国朋友，我说你们这些新闻都被你们总统认证为假新闻了，我们到底能不能信啊？对，所以我现在看到美国这些很多这些知名的这些传播媒体，他那个报道，我都想起来，川普说他们是假新闻，所以我都特别的小心认证啊。其实这些美国自由派的媒体基本上都不断的在任何事件里面都要把中国大陆拖进来。对，那可见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了，没错。所以他们为了把中国大陆拖进来，我觉得可能他们的事实的程度都不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说某官员说据某军方某内部讯息说，他们现在报道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报道，没有人、没有时、没有地、没有物，然后就这样报道。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越多这种报道，就显示出真的川普的讲法可能要相信，要不然就是美国媒体的这个过去这些老牌媒体，现在真的是蛮怎么讲粗糙跟堕落的。做媒体不能说某都不讲人。你看我们台湾很少这样，我们台湾我们的这个媒体业的水平还是现在相较比美国高很多。美国的都很少说匿名的就拿来当做一个报道，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当然没有错啦，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绝对是获利，那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对。那你说中芯国际的芯片有没有到伊朗？绝对有可能卖到那边对，因为芯片很多是军民两用的，芯片是军民两用的东西非常多。那美国过去对伊朗这种长期的这种禁运的话，它很多国家会遵守它，可是问题就是大陆不太遵守，不太把美国的禁令单方面做的禁令去认为必须要遵守。中国大陆他们这个对外政策，如果联合国对某一个对象国家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中国大陆会遵守。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制裁很多是美国片面制定的，它没有合法性，没有任何这种所谓的法律基础，中国大陆还是不遵守的。所以其实美国的这种新闻，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很认真的看，其实美国的新闻事实上有一点过于以美国中心为看世界，那是蛮误导的，价值体系也有问题。帅将军怎么看？我想给观众分析一下美国现在的状况。好，这个美国大概从2000年开始，它的建军的步骤重点放在反恐。你看对宾拉登伊拉克啦、科威特啦这些战争，这些战争里面就不需要，他认为他的武器已经是超强了，他就没有再投资再发展新的。所以在这个战争里面看起来，将来跟中国对比来讲，美国当年退出中程导弹，现在就赶快要弥补。中程导弹是像这种战争里面用的最多，你看战斧飞弹是美国打的最多了嘛？那你看看中国大陆的东风系列有多少型号都是中程的。所以你看的军武科技中国从2000年参加 WTO 以后，经济突飞猛进，经济有了实力，军武科技就突飞猛进。所以现在东升西降的态势从这边开始的。所以美国因为反恐作战呢，它的小部队、快速反应部队都很精锐，什么海豹了、绿扁帽了，这个突击队了，这些东西它都发展得很。所以他今天斩首这个，明天斩首那个，或者是去解救人质，这是他表演的这20年。但这20年里面，美国并没有投资重大的武器生产。你像航母好不容易搞一条福特号，差点被黄金淹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电子弹动都比不上中国大陆了嘛，所以人家6代机有压到你了嘛，中程导弹也比你多了嘛，所以现在美国因为前面不投资，现在就发现所有飞机里面2/3是大黄蜂 F-18要退伍了，40岁了。F-35B 保养费太贵，而且妥善率低。这个你跟中国大陆新代的飞机5代机、4代机、6代机，你没办法比了。你退伍要花一大笔钱去做新的。是。第二个船，中国大陆那个船跟下饺子一样下，你美国的船，航母平均年龄快40岁了，都是要退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国家的走向，中国捡到一个大便宜，进入 WTO 经济突飞猛进，军武途径，又不跟人家打仗，国力存出了越来越多。你美国天天在消耗，在反恐战争消耗，然后武器又落伍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观察，不是说意识形态上东升西降的问题，它实际上我们军事家看嘛，你有没有替换能力，你有没有补充的能力？现在连航母或者军舰要去维修的船坞都没有啊。看到他窘态了。我觉得美国很像一个资优生哦，就有天赋异禀，但是又不长进，然后就会越来越差，有这种感觉。何坚老师是，其实刚刚讲到这个中美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那我想中国大陆现在有一点在战略上以逸待劳的这种态势。为什么呢？因为一场热战正在进行，那大陆它并没有这个身处其中吧，也既不是美国的盟国，也不是也跟伊朗它没有这个军事互相的攻守的协定啊，所以它其实可以比较抽离的和客观的去看，包括美军它作为一个全球部署的军队，它现在跨战区的军事调度的逻辑、军事调度的方式，美军弹药的库存消耗的速度啊，它的板凳有多深啊，库存有多深，再来呢就是美军的各个军兵种的战绩，你现在就实打实的，你得拉出来练啊，拉出来打，那当然。中国啊、俄罗斯啊等等其他的国家，印度都在看着。再来就是美国所号称的各种高精尖武器，它是实际的性能跟参数。那我们现在在这场战争中，那我想中国大陆以及其他的国家也都是张开的这个，把眼睛张得很亮，耳朵竖得很高在听啊。那最后当然还有美国的全球盟友协作的结构是不是受到动摇？包括我们看到北约现在国家，它虽然同意北约用它的欧洲国家的基地来为美军去中东执行任务，来提供后勤跟补给的这样的功能，但是北约的军队是不愿意直接参战的。那在东方，我们看到韩国李在明总统前2个礼拜就说，那把我的6套萨德都搬走了，我反对也没有用啊。他要搬走这些萨德，不用跟我商量。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去了白宫，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就被迫的去承认，就是说在日本现行的安保法治的体系下，日本的自卫队没有办法派出船舰到战区去跟日本无关的一个地区去作战，甚至说连美军如果是在中东被攻击了，那对不起，日本也不能用所谓的存亡事态危机或者是武力攻击事态来这个升高介入的态势。日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我们等战争结束之后，我可以派几艘舰去扫雷，以扫雷的名义远征中东。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Trump 的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跟高市早苗说，我都打完了，你来干什么？对不对？不够，对你不够，或者你干脆别来了，我不需要你啊。这可能是 Trump 这个的反应。那么接下来Trump 昨天也说了，5月14号、15号要到中国大陆去，那其实也就给这个战争要升级还是降级设了一个时间线。因为其实大家从国际政治的常识来说啊，从川普他其实很难在技术上很难在一场战争你还在炙热的进行当中，每天总统要下大量的战略决策或这个战略判断的时候，你人在外国，特别是跟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跟美国处于高度对峙跟强烈竞争的国家，你去那边你的通讯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所以要么那个时候5月14号、15号，要么战争已经停了，要么呢这个伊朗已经垮了。就说对川普来说，最好的选项就是这2者其一。如果是还在边打边谈，像现在这样的态势到中国大陆去，那显然中方是站在战略的主动上的，他可能可以做一个示好的姿态，或者甚至做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哎，你打得怎么样啊？需不需要我来帮你调停一下？”那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天动作也很多啊。3月26号，光是昨天我们就看到2条新闻，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跟加拿大的外长，加拿大跟美国是非常亲近的盟友啊。那虽然之前在这个达沃斯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对美国有很多的意见，但这一次加拿大是支持美军的行动的，道义上支持。